各位網友，大家好啊！玩書走天涯，走進歷史，走出現實啊！今天我們來談一下現實中的押寶問題啊。押什麼寶？就是國家的國策啊。我們看一下中國在過去這個人口國策，看來這個押寶押錯了。為什麼呢？就在剛剛過去2025年，中國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出生792萬。注意啊！這是這些年首次跌破了800萬，它比上一年的2024年的954萬下降了整個17%，巨大的降幅啊！如果想到有今天這一天，當年的中國的這個決策者啊，不會搞這個什麼一個孩子這個政策的啊。那麼出生率呢，尤其慘，到了0.98。前不久我還記得這個不少自媒體人還在嘲笑日本的出生人口啊，因為日本的也是出生人口大幅降低嘛，也預言這個日本完了啊。要知道日本在2025年的生育率還有 1.3， 中國已遠低於日本。我之前還講過一個視頻，這個出生人口數減半了，日本用了41年時間，韓國用了20年，中國呢只用了7年時間，就從這個我看啊，19年的1400多萬，对吧？現在是700多万，一半，就用了7、8年時間，說明中國的生育率啊、出生率下降的已經不可逆了。未來中國的內外政策都將因為這個人口問題產生巨大的變化。為什麼這個人口這個是？你沒人的話，你這個國家這個衰亡這個趨勢就不可避免。為什麼加拿大要移民，大家還是基本同意呢？因為加拿大你這個也是出生人口率下降，你不移民，它這個人口越來越少，就沒戲了，是不是啊？所以看來中國這個不光是經濟問題，人口問題的疊加啊，所以很嚴重啊。那麼這種斷崖式的下跌呢，就是說中國的人口問題比日本危險，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是 GDP 人均 GDP 是肯定赶不上日本，日本是發达國家，是吧？中國是未富先老，日本是先富了後老。那麼在日本进入老齡化的時候的人均的收入還比較高，它社保也比較健全，還有大量的海外房地產，是吧？在這個1990年代，對不對？那麼中國的目前的社保缺口啊，它是叫轉移支付嘛，是吧？现收现付，現在從年輕人手上拿着錢補貼給老人，那麼未來的財政吃緊，玩書的養老金能不能領到什麼時候還真不知道。好，所以呢，中國問題是更大的。你看中國現在人口這個790多萬，在中國建國的時候1950年那個時候多少？那個時候還有了這個1950萬到2000萬之間啊，這是49年到50年建國時候，就是在那幾年自然災害的時候，中國人口也保持在最低是1194萬，現在到了這個不到800萬，所以說明當年這個國家計劃經濟啊，國策有問題。這就王叔想了一個什麼問題，就是說一個國家啊政策啊，如果是小政府和大政府的差別，就是說國家的政策要小政府，不要什麼都兜着，都大政府嘛。現在西方的左派也希望搞精英政治，搞大政府，什麼都國家來考慮。我告訴大家，考慮来考慮去，往往考慮錯了，人算不如天算，自以為聰明，自以為機智，最後可能還有問題啊！這是玩出基本觀點，要相信市场，相信自然，对吧？你要硬掰硬扭，最後反而有問題啊！當然，我玩出不是說就大政府一點沒好處，大政府也有好處。比方說，你大政府，你像當年這個希特勒是吧？在這個一戰後，他當總理之後，這個德國的經濟迅速恢復。他那個獨裁也獨裁了，有他一定道理，他能夠善於激發這個老百姓的愛國熱情，加上那個一戰後的失敗了嘛，这個是那個民族的屈辱感，他有他的一定的這個優勢，但是这樣一個叫什麼呢？這個
獨裁統治、威權統治還有一個什麼問題，就一旦他做錯了，他麻煩；他做對了，那這個效率高。他毫無疑問比這個小政府、比這民主政府效率高。但是，一旦做錯了，他回不了頭。我在講二戰的時候說過嘛，這個當年德國可以不至於這個完全的打熄火，是不是啊？你還可以在德國固守，從意大利抽兵過來，是吧？從這個俄國抽兵回來防守德國，還是綽綽有餘的，是吧？我相信那個當年的羅斯福，包括他不敢去輕易去打德國本土，哎，那個希特勒死活不撤兵，哎，意大利还不放，俄國也不放。让你多面作戰，那這個是吧？這個英美加上這個蘇聯，那把你這個碾壓了，最後你就全部都打到柏林啊，自殺而已啊。所以他獨裁他是不能夠轉彎，這個呢他沒有糾錯，他一旦做錯了，他沒法糾偏，造成個國家也好，他的不確定性很大，他就往往把國家這個命運呢綁在一個人身上，這是我說這個獨裁威權的這個問題啊，這是大政府的問題。當然，我們再舉一個例子，什麼例子呢？就是我們看看這個台灣當年蔣經國決策芯片國策、半導體國策、集成電路的國策，這個押對了，是吧？現在目前啊，最近這個台灣這個關稅拉到 15%， 並且這個川普給的條件很優厚啊，這個5000億投資啊到美國，但是呢2500是這個信用貸款，2500是投資，那比日本、韓國都要強，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看中了台灣的芯片產業，這個是不可或缺，希望搬一部分到美國去，當然台灣裡面也來發展，所以給台灣一個相當優厚的條件啊。那麼這就有賴於當年這個獨裁蔣經國了啊，所以獨裁也有他的當年的好處，他做對了，那肯定是個效率高。你看當年。這個在1974年、76年就與美國 RCA 公司達成了集成電路技術的轉移協議，獲得了 CMOS 的製程，培養了第一批懂制造的工程師。那麼蔣經國這個動作，這一批人後來幾乎都是什麼台積電、聯電、台灣半導體體系的種子人群，在1980年已經開始成型了，整個產業生態完全完成了閉環。比方說像台灣的新竹科技園正式啟用，那麼它的學研到製造到資本到出口開始聯動，所以半導體它已經不是一個實驗項目了，而是國家的一個產業核心。所以呢，我覺得當年這個蔣經國啊，這個代表這個是吧，這個國民黨政府啊，他還是有這個戰略意識。他為什麼呢？考慮到台灣你重工業你資源不足啊，汽車行業市場太小啊。化工環保資源你這個也沒法整啊，哎，所以他搞這種什麼半導體，在冷戰的這個背景下面做半導體，這是他極為現實的這個戰略判斷啊。所以台灣就把這個半導體的和軍事啊、工業啊、外交啊把它揉成一起啊，3合1，是吧？所以我覺得這個有時候這個威權的決策啊，只要是決策对了，那這個毫無疑問有效率。所以台灣在這個行業領先了，現在還在受益啊。那是40-50年前的決策。那麼中國因為國策也是在1980年代那個時候決策的，現在看來就決策錯誤了。中國的人口下降已經成為一個趨勢，並且不可逆，它沒法逆。你看現在你再生都來不及了。那你起碼有一段時間，比方說有個30-40年的空檔期怎麼辦？人口急劇下滑，老齡化，社會壓力、社會負擔會異常沉重。所以呢，王安書的觀點啊，現在談到威權和這個大政府啊，以及我們的小政府、民主制度嘛，王安書有個什麼基本觀念呢？就是說，希望在民主架構下，然後呢，出一些政治強人，你別一個小政府民主機制，然後這個又很弱，好了又跑歪了，那就完蛋了，这個國家就完蛋了。你看这個世界法國是吧？馬克龍是吧？當政這麼多年，他不是完全民主制啊，對吧？總統制啊，他的議會可以解散，所以是法國現在搞的這些歐盟裡面是最差的就是他了。
前段時間王叔還搞了一个这个图表，就是說這個政府開支佔整個收入比例，它超過了57%，這個比當年蘇聯這個破產之前還要高了。所以說我說那個一定要的什麼體制，就是在那民主的小政府體制下面，但是也要有一定政治強人，你要做對，政治強人做對啊，你就做錯了那也是扯淡，對不對？好，下面我們談到今天這個主要話題就是日本的這個高市掃描啊，高市掃描這次在1月19號剛剛宣布將在1月23號解散眾議院，2月8號舉行眾議院大選。那麼高市上任不到3個月就舉行了這個提前大選啊，等於將自己的這個政治命運又押寶了，這個選舉上了所以今天王叔講了3個押寶，一個是中國押寶這個國策，一個是講台灣押寶這個芯片產業啊。那我們就看日本的選民能不能支持高市掃描了。如果他目前超高的民調不能給他帶來選票，不能改變眾議院的結構，那麼高市掃描也就慘落，他的很多政策就很難推行。他在19日傍晚舉行的這個新聞發布會上高市掃描說什麼呢？他說我將自己的政治未來寄託於這次選舉，希望公眾能夠直接判斷他們能否將國家管理的重任托付給我。所以一個國家的好和壞也跟選民的素質特有關了，是吧？當年這個二戰之後，老百姓一氣之下把邱吉爾選下來了。為什麼選下來？我完全理解，打仗打了幾年，打了5、6年了，是不是？那英國嘛，是吧？那個老百姓也是苦不堪言，是吧？當時英國也就2、3千萬人，有10%都參軍了，死了也30、40萬，對吧？所以大家希望早日和平。當年邱吉爾又的老要反蘇，是吧？把他選下來了。選的時候呢，發現搞了4年又不對，又把他選上去了。但是那個時候呢，這個邱吉爾也老了，所以也幹不了什麼事兒了。這是之前的話了。我們還是回過來看日本。那日本這次呢，我們看他的自民黨就原來他的聯合執政呢是這個跟公民黨，現在跟公民黨是分道揚鑣了。所以這個自民黨呢，他和這個日本維新會開始這個聯合執政。他們希望在眾議院獲得半數席位那麼看了一下這個日本的眾議院呢，它的總的席位是465個。那麼目前自民黨和這個維新會呢，擁有233個，剛好過半數。大家知道，剛好過半數以後投起票來，搞起議程來，以後有一個反水就完蛋了，是吧？那麼他們那個主要對手就是那個日本現在新成立的叫改革聯盟新政黨，它原來是在野黨這個立憲民主黨和這個公民黨組成的目前擁有了172個席位。那麼公民黨原來是和這個自民黨是聯盟了嘛？那麼高市掃描上台之後呢，黨派就結束了它長達26年這個聯盟。所以呢，高市內閣在這個參議院呢，目前還是屬於少數的地位。那麼參議院呢，這塊還是無法解散，需要這個每3年才能改選半數，所以下次要等到2028年。那麼眾議院呢，這很關鍵的所以這次的看日本老百姓怎麼選擇了。高市掃描呢，承諾對食品的8%的銷售稅暫停這個2年刺激消費那麼他認為這個支出計劃將增加就業機會，刺激家庭消費，並增加其他的這個稅收來源。那麼這項措施的話，是政府每年減少大概5萬億日元，大概約有321億美元的收入，這就導致日本的國債收益率一度飆升至27年來的最高水平。那麼這次選舉呢，將考驗日本的選民在生活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對增加支出的一些意願了，因為生活成本也是每個選民關心的嘛。那麼高市掃描的動作呢，他估計會加快軍事建設把軍費從 GDP 的 1% 要提升到 2%。那麼這與他之前這幾十年日本的軍費維持在 1% 左右形成了一個鮮明對比。高市掃描宣布呢，就是由於中國在台灣的周邊進行了軍事演習，並且通過關鍵的這個供應鏈材料不斷的
加大了對日本的經濟脅迫，那麼國際的安全環境呢，正在變得愈發嚴峻，所以要增加軍費。那麼總體說來，這一切的變化將會就是未來的这半個月之內啊，就是日本的眾議院的選舉的席位將關注到高市早苗能否順利執政，也關注到啊日本的未來的國運是自己強盛起來還是衰落下去啊？所以晚叔未來還繼續關注日本的這個眾議院的這個席位選舉啊，關心世界大事，也是關心我們自己的人生。以上講的不對之處，請大家和晚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